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今日，郑里山将接管蔡宇集团，成为新任执行总裁，并与晋氏集团总裁联姻，强强联合。您好，外设计师，我是晋氏集团 HR， 我司想邀请您担任首席设计师一职，并授权使用您过往的设计版权，年薪1个亿。考虑考虑。郑山曾经被你夺走的，这次我要你10倍归还。妈咪，我想上厕所。我也要。妈咪，我不用。那你在这里乖乖等妈咪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欢迎回国。难道是弟弟来接我们了？弟弟，弟弟，你来接我了？欢迎回国。爷爷，在我老头子眼里，耍什么帅呀？嘻嘻嘻，这是谁家的小娃娃？我是大宝郑佳佳。这孩子长得跟你小时候太像，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给我添了一个曾孙子呢？爷爷抱。好好好，爷爷抱。哎，爷爷，这不是我的小孩。这人他既跟我们一样，根据传学说，他可能是我们爹地。好孩子，你爸爸妈妈呢？妈咪在那儿。这个女人好眼熟。这不是郑雨山订婚对象晋氏集团掌权人靳彦辰？妈咪，走吧。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搭乘方式已经过时了。孩子爸就在那儿。陆家那小子好福气啊！你说你怎么就给我不生一个呢？爷爷，送您回家。爹地妈咪。陆帆叔叔们已经找好房子在收拾了，妈咪晚点带你们回家，乖乖待着，知道吗？妈咪，你去哪呀？秘密。哎呦，妈咪有点奇怪，不会偷偷瞒着我们去见爹地吧？见爹地，我也要去。大小姐，恭喜了！如今不仅要担任总裁职位，还和世界首富靳彦辰订婚，简直是人生赢家。有人怕是忘了，这真正的大小姐是谁？灿宇集团也是洛言小姐的母亲一手创办的。当年有人故意下药，就给别人清白，现在还明月抢人家产。这莫言就是个被人玩烂的破鞋，这几年不知所踪，肯定跟野男人跑了。这不是消失了6年的郑若言？你来干什么？我呀，当然是来砸场子的。你来干什么？
我呀，当然是来砸场子的。昨晚竟敢耍我，郑洛言压根就没出来陪睡，你们灿宇集团等着倒闭吧！让你跑，还不是被个野男人给睡了？泽宇哥哥知道了，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泽宇哥哥怎么可能会看上你呀？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你们不能好死！姐姐，现在呀，不仅你的设计作品是我的，未婚夫是我的，连灿宇集团也将被我收入囊中。这么好的戒指，这废物不配！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这是全球首富纪念城。昨晚陪我过夜的人是你。靳总既然以为我昨晚跟他睡了，何不？靳总，我的清白。怎么感觉不像？但戒指确实戴在他手上。好不容易从郑家逃出来，我一定要撑下去。出来了，不是你，看下我包开。不对，是六包开。灿宇集团新任 CEO 首富夫人靳太太，这么响亮的名号，也不知道你压不压得住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贱种，还敢回来抢东西！啊！出言无状，你那个小三妈就是这么教你的。放肆！放肆！肯定是靳总来为大小姐撑腰了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燕晨，你可要为我做……怎么是个小孩？这孩子乍一看好像靳总。是谁敢欺负我妈咪？夏夏，你怎么来了？妈咪，我来替你消灭怪兽。没想到姐姐消失几年，居然生下了个野种，看来骨子里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滚开！不给你一点颜色看，真把我当成小孩了。超级小飞侠集合！哼，毛都没长齐，还敢搬救兵，我一只手就可以捏死你！这孩子的胎记，这孩子的胎记。哼，臭爹地，居然和坏女人订婚，我不要你了！燕晨，姐姐她故意破坏我们的签约仪式。又是他们见过面了，糟糕，他们不会认出对方了吧？燕晨，姐姐刚回来就打了我一巴掌，还纵容野孩子捣乱。这些年都是我不好，没有及时找回姐姐，让她受苦了。哎呀，好大一股绿茶味！明明是你推的妈咪，还恶人先告状。哎，所以你是来闹事的？好，这么好的日子，我当然是来送你。等我成了靳家的少奶奶，靳家财产可都是我们两个人的。燕晨，这不是真的，你相信我！6年前和前姐夫勾搭在一起，还妄想侵占靳家的财产，到底谁才是不要脸的贱主？到底谁才是不要脸的贱主？我也妈咪绝杀成功！这追远山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还敢给靳总戴绿帽子！这女人居然当众拆我的台！都是你害的！你就是想回来抢燕晨，还真的是我一个人的！抢我？如花点屈手，看你还欺负人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好妹妹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违约取消。燕晨，你相信我，这不是真的！婚约都取消了，这执行总裁的位置，大小姐怕也是坐不稳了吧？
靳总的未婚妻还在里面，你在外面跟我拉拉扯扯，不太合适。大宝的父亲是谁？陆帆。不可能，这孩子如果是陆帆，那你现在早就是陆家少奶奶了。哦，孩子的爹其实已经死了。帮我做个亲子鉴定。燕晨突然取消订婚，也不说清楚，可急死我了。老爷，您先别担心，马上就要到了。老爷，前面有个小孩，赶紧下车看看。赶快把孩子送医院呀！快快快！走吧，妈咪现在带你们回家。二宝呢？你们在车里等着，不许乱动了。我现在出去找找。陆帆，4个孩子交给你了，我去找找二宝，他不见了，赶赶啊！二宝，是你三番几次出现在我面前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有病吧你这么自恋。6年前你是不是出现医院？孩子没事，只是皮外伤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老爷，您有没有觉得这孩子跟少爷小时候？你也觉得像？这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，不会是少爷流落在外的私生子吧？确实是太像了。孩子，你没事吧？你看这胎记和少爷的一模一样。孩子，我是你曾爷爷。你们这些人贩子真厉害，随便拿个照片比对就说是亲戚，当我傻？少爷，您来了。哎，大宝，你们是郑和的家属，这是缴费单。郑和，大宝不是叫郑佳佳吗？大宝刚被带走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难道他们是双胞胎？我有2个儿子。和和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的双胞胎哥哥？我是和大宝长得很像，可我们不是双胞胎。不是哦，我们是6。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了。你该不会是我？你该不会是我 daddy 吧？啊！宝贝，你吓死妈妈了，没事吧？妈咪，我没事啊。姑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如果你需要赔偿的话，我们靳家会全力满足你。好在孩子没事，赔偿就不用了。我先带孩子回去。慢着，你要带我的孩子去哪儿？什么？你的孩子？和和，我靳家的血脉可不能流落在外。季彦辰，口说无凭啊！你有什么证据？你验过 DNA 吗？亲子鉴定结果就在我手上。季彦辰，口说无凭啊！你和孩子验过 DNA 吗？你有什么证据 ？DNA 的检测报告马上就到。有病吧你！那就等证据出来再说。二宝，是妈咪不好，是妈咪疏忽了。妈咪，是二宝的错，下次二宝不会让妈咪担心了。二宝，
妈咪知道你很想要爹地，但是这个爹地不能随便乱叫。可他就是我爹地呀。我说燕琛，你还愣着干啥？也不看他去把孩子带哪儿去了啊？你去看看呀！金总，报告。我就说这孩子跟咱们有缘分吧。佳佳果然就是我的孩子。那6年前的晚上，是郑洛言，都是咱们的孩子，哈哈哈哈！双胞胎。那么刚才在病房，和他为什么说不是双胞胎？好啊，偷偷带走我2个孩子，还教小孩说谎。郑洛言，你真是好样的。真是谢谢你了。我们是朋友嘛，不过你这次回来是要抢回灿宇集团。没错。郑小姐，请问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晋氏集团的 offer 我接了。爹地的公司。考虑清楚了，你一回来就把他们全得罪了。你去那儿上班，就怕他们欺负你。晋氏集团是国内第一的设计公司，背靠晋氏呢，也不算孤军奋战，况且还能膈应郑雨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妈，我回来了，我会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妈咪要去上班啦，其他宝贝都被陆帆叔叔接去幼儿园了，二宝自己也要乖乖在家，知道吗？我一定是看错了。靳总大驾光临，你是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是来接回我的孩子。你有亲子鉴定吗？就你的孩子，果然跟郑雨山是一路货色，自己没孩子就要抢我的。报告，金总，这报告不是被你自己拿走的？演呗，你就接着演，我才没工夫跟你在这扯。说吧，你想要多少钱？靳总，不是什么事儿都能用钱解决的。不用钱，那用什么？用爱呀 ！LOVE，LOVE。Daddy。和华海集团电竞比赛即将开始，想去看看吗？走，爸爸带你去玩。这个好。哎，怎么就你们4个？老五呢？老五出车祸，手受伤了。啊！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您是想？Daddy，让我上吧，我可是国服最强狙击手。本来也不抱什么希望的，哎，算了，小少爷开心就好。就怕孩子输了，还得又哭又闹的。我说的不对吗？靳总平日里靠谱，今天怎么这个面要在孩子头上？少说两句。靳总，您说这小少爷行吗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漂亮！开局不到20秒就在中路拿到了4-3，晋氏集团这次来势汹汹啊！漂亮，晋子是个5岁小孩啊！这小子操作可以呀！专心点，注意后方。不去。12-5大比分碾压，晋氏集团展现最终的胜利。我们赢了，小少爷太牛了！刚刚送我留言不是3-3，小少爷这一手简直神了，对着我们，小少爷太帅了，我要嫁给你！你说我留的最棒的。退婚又怎样？只要怀上靳家的骨肉，我就不信进不了靳家。
燕晨，这次你一定会是我的。爹地，我刚才帅不帅？太帅了，我儿子都帅炸了。大宝、三宝，你们看到刚刚的电梯比赛没有？我又拿了 MVP。三宝，肚子疼了，去上个厕所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靳总，我是来谈工作的。只要别借着谈工作的名义想些其他事情。他是老板，我忍。靳总，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高级设计师。禾禾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靳总，你怎么？哎，你别乱来啊！哎，让开！你起来！怎么是他？臭流氓！休不休想！郑洛言和这个野种怎么在这里？燕晨，出去！燕晨，那些视频都是假的，我可以帮你。给我出去！我不会再说第二遍，否则我断了郑家自荐。滚！我说您费这么大劲儿干嘛？又是没跟他女人睡过。6年前不是他，只是郑洛言，他3番几次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想用孩子要挟我，还是别有用心？你去调查一下，孩子现在在哪上学，我要亲自接回他们。我应该不止2个宝宝，还有3宝。三宝，总裁，你可真厉害呀，一枪多发。啊，禾禾，我们走吧。妈咪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和 Daddy 一起，别的小朋友都有 Daddy。禾禾从小就没有父亲，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他。妈咪答应你，一定给你们找一个更好的 Daddy。是时候调查清楚6年前的事了。喂，郑小姐，请你来学校一趟，郑万万出了点状况。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郑洛言，哎，跑那么快？师傅，快点，后面有个神经病要抢孩子。郑洛言，你别跑，把3宝还给我。怎么？那个，我突然忘了孩子在哪个班了啊。那你平时怎么接孩子？平时有时候都是陆帆接送，要不我们先走吧？陆帆说不定已经把孩子接走了。走。陆帆，我的孩子管别人叫爹，想得美！不是，吕峰，把这幼儿园给我买下来，再捐2栋楼，我自己找。不行，其他3个孩子我得先找到接总。哇，4宝太棒了，又拿到了测试第1名。4哥还拿到了老师奖励的小熊。4宝，数学老师让你去领奖。把熊给我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弟弟考了第1才得到的。第1又怎么样？你这个没爸的野种！小野种打人啦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？悠悠，快起来！谁把我家孩子打了？啊，是你还是你？怎么了？这几个没爹的小野种打我，妈，你要为我报仇！陆老师，是张媛媛先推我们的，还说我们是没有爹的小野种。童言无忌，何况你打了人，本
本来就是你不对，是吗？哼，一个穷前台，这几个怕是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，如今被抛弃了。你家这几个没爹没教养，打了同学了，立刻赔礼道歉。我们园可供不起没有素质的人。宝贝们，你们打人了？妈咪，是张耀耀想抢四宝的熊，还骂我们，我才推他的。小小年纪就暴力倾向，长大了肯定是个祸害。您放心，这几个我们校方肯定是会处罚的。老师，是张耀耀抢东西在先，你是非不分吗？张耀耀家境优渥，而且他父亲还是晋氏集团的高管，他拿着玩具熊怎么能说是抢呢？我要熊，我要熊！你要熊，你要熊，我看你就挺熊的。你也是。哎，你敢这么对我说话，看我老公怎么收拾你们！吴老师 ，What happened？ 哎呀，张先生，您儿子被人冤枉了，我正要处罚他们呢。就你们这群穷酸货，还欺负我儿子 ！No, I apologize to my son。没有错，是他抢东西。吴老师，贵校的档次真是越来越低了，什么人都能放进来。你是公司新来的前台吧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丢掉饭碗？啊，是，您说的对。晋氏集团刚给学校捐了2栋楼，莫不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才捐的楼？哼，我爹就是厉害。哎呀，老公，你要升职了。有的时候脑补太多也是有病。靳总可没有孩子，捐2栋楼不是关照我，还能是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晋氏集团的老板靳彦辰是我们爹爹。你吹牛！这么穷货色，还敢攀靳总的关系？一个前台出来搔首弄姿，都肖想到靳总头上了。哼，就是我校推崇的是精英制度，不是给你们这群人来攀高枝的。号称全城第1的维 C 幼儿园，老师就是教小孩怎么看人下菜吗？你们推崇的这种精英制度，我们高攀不起，也不适合我的孩子。宝贝们，我们走。走，我让你们走。今天这些小野种必须当着我儿子的面下跪道歉。你现在是这所学校最大的股东。郑佳佳和郑和和2兄弟在哪个班？校长，那是不好啊。Daddy， 你管我叫 Daddy？Daddy 跟我来，妈咪和哥哥有危险。等等我！滚远点，我嫌脏。我爸爸有靠山的，你完蛋了！哼，自己没本事，嫉妒四宝，拿了奖品，还要欺负同学，不许说！要脸！妈咪被欺负了！你别怕，爹爹来为我们撑腰啦！张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张先生，撤资！我要撤资！我要向靳总请示，收回捐赠的2栋楼。张先生，您别生气，我现在把他们都开除了。班长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的孩子们？还有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敢对靳氏集团的捐赠品指手画脚？我是靳氏集团的高管，靳总为我捐了2栋楼，我说撤就撤。你不认识我？笨蛋，都说了我爹爹是靳氏集团的总裁。哼，我可没听说靳总有孩子。你姓张，张俊宏是吧？哟，还知道我老公的名字，看来这准备资料还做得蛮足的。林峰，1分钟之内开除张俊宏。另外，他在外以靳氏集团的名义招摇撞骗，向他索赔2个亿的名誉损失费。演的可真像呀！你有这演技，怎么不去当演员呢？闹够了就赶紧滚出去！维斯幼儿园有你这样的老师，真是一种耻辱。不滚是吧？好，我这就找人来收拾你们。不是说1分钟就要开除我，我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收到电话呢？集团的电话，肯定是升职的消息。喂，什么？什么？靳总，我不知道是您呀，
我不是故意冒犯您的。老公，你干什么呀？他不过就是个骗子。他就是金氏集团的金总。这次我们踢到铁板了，金氏集团不仅要开除我，还要让我赔偿2个亿的名誉损失费。什么2个亿？咱们怎么拿得出来呀？校长，就是他冒充的。金总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就是贵园推崇的精英制度。我看干脆把他关了吧，免得祸害儿童，影响下一代的发展。金总，您放过我们吧！你在我的地盘欺负我的孩子，还想让我放了你们？不对，金总，传闻中您并没有结婚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孩子？他们肯定不是您的孩子，您别被他们骗了呀！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自己认。需要你们在这指手画脚的吗？小少爷就是靳总的亲儿子，有亲子鉴定为证。靳总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亲子鉴定是真的，和和佳佳就是我的孩子。靳家家大业大，要是跟他们抢孩子，我肯定没胜算。大宝、二宝已经暴露了，我现在必须要保住其他3个孩子。所以他是3宝。弟弟，我是我。他不是你的孩子，你看他耳背没有胎记，你别见一个孩子就觉得是你。那你偷偷带走我2个孩子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我又不知道是。上车吧。去哪儿？回家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靳总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来我家里太方便了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难不成我会对你做什么吗？是。还是说家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比如，弟弟你好，妈咪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啊，这卡里有20亿，靳家的骨血。靳总，我不缺钱，这6年我抚养他们长大，不是你说抢走就能抢。我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。走，回家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靳家的骨血，我不能亏待了他们呀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大庭广众的，别这样。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我得想办法把孩子们带走。靳总，您真觉得那女孩是您的孩子？这是来自父亲的直觉。靳总，要不您把孩子们抢回来？抢什么抢？你是强盗吗？抢回来？一个单亲妈妈把孩子们养大，肯定受了不少苦。现在把孩子们带走，她也会难过吧？可是我不能任由她带着孩子们远离。我决定了，我要用父爱感化她。设计师 Y 要离职，他居然就是 Y。你说什么？项目中途离开，居然还要赔付项目损失，金叶城，你这个万恶的资本家！啊，我的2个乖乖重孙呐！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把孩子带回家呢。爷爷，这事我从长计议，我可能有3个孩子。什么？3个孩子？还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女孩。女孩好啊，快把我的曾孙女接回家呀！嗨，他要是不愿意，我们就动用法律。爷爷，您就别搞这一套了。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，感情深厚，而且我从小就跟您相依为命的，我最知道小孩从小没有父亲或者没有母亲有多痛苦，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长大。真是失算了。宝贝们早上好，亲爱的妈咪，辛苦工作也要注意养生，一杯茉莉玫瑰花茶，
帮助妈妈消除疲劳。妈咪，结合今日路况，建议走环城西路，25分出发，可以避开5个红绿灯，准时到达。好。我为妈咪跳小跳，腰部适中，让拼合材质的高跟鞋，符合人类脚步美学，长时间走路也不对脚。结合年薪计算，妈咪的单日薪为21.92万元，且今日股票已翻倍增长，可追加资本。美丽的公主，这是我们妈咪精心挑选的衣服，祝妈咪上班愉快。妈咪爱你们，妈咪我先上学啦，路上小心啊！宝贝们，午饭叔叔就要走了，等会儿给你们妈咪送文件，你们要乖乖听老师的话。我们会听话的。宝贝们，拜拜。爸爸弟弟拜拜。好棒，弟弟妈咪今天又要见面了，我也好想见见爹地，要不。臭小子，不让我去见乖重孙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搞出什么鬼把戏。这谁来着？哎呦，我的乖乖重孙呀！老爷，原来这是小少爷呀，难怪跑得这么快。眼力劲不错，想吃什么，曾爷爷带你去，拿上。孙子，我和你儿子在一起，快来，快来！哈哈哈！带他来咖啡厅吃冰淇淋，爷爷你可真牛！我当然牛，你拦着我，不让我去见二宝，我这次可是自己见到的。爷爷，其实大宝更好动。臭小子，我还能认错我的重孙子不成？他就是二宝。我是孩子爹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这明显是大宝啊！有，我还是你爹的爹呢，他就是二宝。反正我觉得他是大宝。曾爷爷，爹地，我是妈咪的三宝。什么？你们会认错我也很正常，毕竟我和2个哥哥长得很像。我的个乖！所以这是4胞胎。三宝，爹地问你，你妈妈到底生了几个孩子？当然是三宝。不犯爹地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妈咪知道吗？我的孩子居然喊别人爹地，下次不允许跟陌生人走了，妈咪会担心的。三宝知道了，我绝对不会允许。陆少，镜子，别来无恙。陆少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三宝，你已经有亲生爹地了，以后不准再管别人叫爹地。三宝，别听他的，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陆少，越界了，我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这有什么？这5年是我一直陪着他们母子，他们困难的时候，你这个亲生父亲又在哪？全家的资料都到手了，我在咖啡店等你。不管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，我都会继续给你。哎，三宝，你们怎么？学。哦，你是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妈咪，我错了。你错哪儿了？我不该乱跑的。我先送三宝回去。我送你们。你要的资料我还没给你。如果真的喜欢人家女孩子，那就去追。要是老婆被别人追走了，我看你往哪儿去哭。有计划了吗？这期还不足动摇这笔程度。郑家既然想替 Y 设计师的名号更上一层楼，那就让他们尝尝被是的滋味。陆帆，这些年多谢你，但是从明天开始，我会自己接送孩子。郑家的事
你也不用插手。洛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刚刚在里面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不想你在我身上继续浪费时间，我也不想耽误你，你觉得更好的。可是洛言，都5年了，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？不识好歹的东西！抱歉喽，已经入职晋氏集团。这稿子也太美了。抱歉，手滑发错了。外设计师，能谈一笔交易吗？当然，只不过我要的是灿宇集团的股份。还股份，胃口也未免太大。500万，买断。免谈。据我所知，灿宇集团现在已经在走下坡路。有了这样的稿件加持，还有可能蒸蒸日上，或拿点分红不过分吧？成交。只要能牢牢抓住燕晨，这家伙不算什么。妈，很快灿宇集团就会回到我们手里。四哥，放学了，我们该回家啦。我还差一点就解出来了，你们先走吧。好吧。小少爷好，小姐好。张爷爷！啊，我的小宝贝们，曾爷爷带你们回家喽！哈哈哈！上车，上车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四宝，妈咪，哥哥妹妹呢？他们不是出去等妈咪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我进来的时候没看见他们。哎，老师，你看到我们家另外4个小孩了吗？哦，他好像被他亲生父母接走了。什么？喂，燕晨，狗日王八蛋！你竟然趁我不注意偷走我的孩子，给我扯！你这个女人真是莫名其妙，你自己管不好孩子，那就送到晋家，不是替你管。哥哥们，咱们去见你的爹爹喽！哥哥们，咱们去见你的爹爹喽！爷爷，你怎么把他们带过来了？老爷子，想出孙子了，怎么你不高兴？还真是我的锅呀！不行，必须加快速度拿下灿宇集团，否则和晋家抢孩子，我一点胜算都没有。四宝，4宝，妈咪只剩下你和6宝了，你们可一定不能再被金燕晨发现了。妈咪放心，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只是妈咪为什么不能试着和爸爸相处呢？这样我们几个就都是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了。像晋家那种顶级豪门世家，肯定一大堆规矩。可怜我的孩子，都不知道受着什么苦。不能像在家一样自由自在的玩玩具，我都逼着他们学习。哇，是人体结构的模型，实心世界了，还重新组装了黑片丝头。哇，我最喜欢的双截棍。哇，好多可爱的洋娃娃。哥哥们，玩具还喜欢吗？喜欢。爹地已经订了一车，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明天再换一些不一样的回来。肯定得有命令才能吃饭，喜欢的菜都不能夹超过3次以上。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过还有，今天京都最好的厨师就专门喂你。好啊，这个都是狼吞虎咽的。多吃点啊！不行，我得探清楚情况。您好，哎，您拨叫的用户居然会有电话！
蛋了，他肯定是在虐待孩子。完蛋了，他肯定是在虐待孩子，我得先。什么？吃啊！爹，你最好了。这群小家伙，有了爹就忘了妈。看来孩子们确实需要父爱。不过金燕城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想和孩子们培养感情，好争夺抚养权？姑娘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老头子太喜欢重孙子了，才私自主张把他们接过来的。哈哈哈哈！原来是我误会他。孩子们都在我这里，他现在孤零零的一个人。要不你也搬到靳家来住，要不你也搬来靳家住吧。没什么意思，你别误会。明天早上我去送孩子们上学。变成走，爹地送你们去上学。这不是郑洛言的野种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靳家？小心啊，小心！难道燕琛已经知道了6年前的事，还认了他们？看手啊！燕琛居然真的认了这几个野种，不行，我绝不允许！郑洛言，还想拿到你妈的遗书，就带着你的野种滚回来！怎么办妈？燕琛真的认了他们。那个贱妻子和小野种，绝对不能再出现在靳燕晨的面前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居然还敢带着这个野种回来！你在发什么癫？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放肆！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妈的遗书。想要遗书，就带着你的几个野种一起滚出靳家！你再敢侮辱我的孩子，我是对你不客气。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，把这两个贱人给我抓起来！妈咪，左后方45度。哇，妈咪好帅！你怎么可能？你别过来！6年前我吃了那么大亏，我怎么可能毫无准备再次回到狼窝？放手，要不然这遗书我现在就撕了。那就看是我的筷子快，还是你的手速快。我可是靳燕城的人，敢对我下手，不会放过你。你胡说！靳燕城是我的爹地，他肯定不会帮助你的。都被退婚了，还这么嚣张！我今天来只是想来拿回我们的遗书，想拿走就离开燕城。快去郑家！好。可以，但是我妈的遗书立刻还给我。只要你老老实实带着几个小野种消失，遗书嘛肯定会还给你，否则就别怪我以另一种方式让你消失。请问是什么方法？靳总，燕琛，你怎么来了？爹地，我到底还有多少个孩子？这是4个。小野种，不许乱叫爹地！燕琛，郑洛言的几个野种是不是同一个爹都不知道，你千万别被他骗。是不是我自有决断，但真正欺骗靳家的是你。我没有，6年前是我跟你在一起的。这位郑小姐，我们靳总和小邵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，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冒领身份，还想赶走我靳家骨肉，这笔账我会一个一个跟你们算清楚。遗书呢？
是。给我！燕城，燕城，你这，妈，小宝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担心，还有灿宇集团。对，雨山，你的设计一直很好，何愁没有翻盘的机会？前几年拿了郑洛言的稿子倒是出彩，现在这些枪手的稿子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被人知道。现在不是还联系到了设计书外吗？对，说之外，还有这么多年的情分，庆爷爷肯定也会站在我这边的，肯定会的。郑小姐，这次不用亲自见证报告了吧？你都看见了，5个都是你的罪。奇怪，这次居然不指责我带走他的孩子了。还不走？去哪儿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们靳家这些孩子，他们也要赶出京都。再过几天便是老朽的80大寿，我要宣布这些孩子们的身份。什么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说来说去，我还是要抢走他们，我绝对不允许。诺言啊，老头子我盼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曾孙承欢膝下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们能认祖归宗呀。让我考虑考虑。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想用这种。是什么？孩子呢，是你辛苦生养的，我不会抢走他们，但我终归是他们的父亲。只要你每周让他们来靳家老宅陪陪爷爷，我没有别的要求。真的假的？但你要是招惹爷爷不开心，他发起法律诉讼，你没有任何的胜算。我想要的可不只是孩子们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和孩子的周全。这个一个人，吃饭吃饭了。靳爷爷，您终于接我电话了。燕城误会我了，那个视频都是我姐姐郑若言捏造的，您能帮帮我吗？妈，靳爷爷邀请我去参加他的80大寿，还说有重要事情宣布。好消息，这靳家肯定认定了你这个好儿媳妇儿，正好把你小姨家的表弟带上，让靳郎看看我们家的基因有多优秀，可不是郑洛言的小野种能比得了的。哎呀，姐姐，你现在都沦落到穿这种破烂，需不需要我施舍你2件衣服呀？神经病！你那几个野种没跟过来，想必是害怕不被靳家承认。你说是私生子，你嘴抹了开塞露吗？不会说话就闭嘴！贱人，你勾引燕城不成，还敢偷偷跑来靳家？今天是靳爷爷的80大寿，我不想跟你在这争。这你是被我说中了，害怕了吧？我现在呀，已经请到了高人，灿宇集团马上就会被我收入囊中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哦，这确实很难评价，隔行如隔山，后进成功。哼，靳爷爷已经默认我是他的孙媳，今天这场宴会就是要当众宣布身份。我觉得你应该去当编剧，在这个小地方有点施展不开你丰富的脑洞。真没教养！李莎，他们是在嫉妒马上一飞冲天。是啊，有些人也不掂量自己的分量，认清楚什么叫做云泥之别。感谢你们为这场宴会增加了笑料。
谁敢在这里闹事？燕晨，你看他把我教成这样，今天是爷爷亲自邀请我来的。从前姐姐为了污蔑我，捏造视频，爷爷今天肯定要跟他算账。跟我过来。燕晨，这是要帮我找姐姐算账了。雨珊，金总对你可真好。我把郑雨山赶出去。对，今天是晋爷爷的寿辰，既然他老人家想看戏，就把这场戏做足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欺负你们母子。我承诺会保护好你们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罗言，你们在一起了？没错，不想拖累他，就好好配合。对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知道了。衣服在里面。今天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寿宴，老夫我深感荣幸。晋爷爷，这块翡翠是我父亲在矿区挖出来赶工制成的，送给您，祝您长命百岁。这孩子真是乖巧，懂事啊。燕晨，今天明明是我们的好日子，你不是要帮我收拾他的吗？为什么要跟他站在一起？一定是你这个贱人诱惑了燕晨，不要脸的小三！晋爷爷，您一定要替我做主呀，教训教训这个水性杨花的狐狸精！诸位，我今天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。首先，欢迎我们的主人公们登场。这女生真是好命啊！郑洛言，你这个贱人，分不清场合吗？居然带着这几个野种来破坏晋爷爷的寿宴！寿宴的是你！哼！孩子们，上台呀！我今天要宣布，这些孩子的生日，他们都是燕晨的亲生骨肉，也是我们晋家的血脉。这不是真的！今天明明是要宣布我晋家媳妇的身份，让这几个小野种滚出去呀！注意你的措辞！你冒领身份6年，欺骗了晋家6年，如今你还敢肖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？戒指还在我手上，我的孩子们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一个鼠蛋抢走了妈咪的戒指，太可恶了！不过几个没有教养的野种，遗传了郑洛言的劣质基因，你们居然还当成宝！这几个野种怎么比得上京都世家养大的孩子？好轩给晋爷爷送上珍贵的贺礼，这几个野种跟着郑洛言流落在外，肯定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吧？谁说没有？这可是赵大师的大作，宝华玉旨。这么看来，这边的却像是在地摊上买的。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几个野孩子而已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来这么好的东西？肯定是假。拿上来，我瞧瞧。是啊，晋老素来喜欢翡翠，对此也颇有研究，那就让晋老鉴别一下，不就成了吗？质地纯净，纹路流畅，这可是100年不遇的顶级翡翠啊！居然这么大的来头！这是我们送给曾爷爷80大寿的贺礼。曾爷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就算
是真的又怎样？这种身外之物，不知道啊是从哪里偷来的。孩子本性才是最要紧。我们浩轩呀，可是老师都夸赞的数学天才，你们都是垃圾。若我和燕晨的基因结合，肯定碾压这几个野种。晋爷爷，您也希望您有更优秀的后辈吧？你跟爷爷消消气。那我们比比吧。这是京都大学的庄教授，由他来助理，你也不会错的。你一定要打败他。放心吧，这小屁孩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四哥加油，四哥加油，让他们看看你的厉害。四宝加油，四宝加油。由我来出题，谁先解出答案，谁便获胜。有问题吗？我有问题。我们浩轩可是数学天才，庄教授，您要出的话，就出些有水平的。太简单的题目，我们浩轩可看不上。哦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认为呢？我都行，麻烦你了。好。这就开始写了，简直是下笔如有神，真厉害啊！既然能做到这一步，我们这些成年人全都被这几个小孩子吊住。你看那边那个都毫无动静，难道是题目出的太难了，哎，被吓傻了吧？有可能，毕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答案是1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？没错，答案就是1。居然还算对了，不就是瞎蒙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四哥才没有瞎蒙。四弟，这个哥哥不知道怎么解题，你可以做下示范吗？我的天哪，这孩子是阿基米德附体吗？太厉害了吧！这写的像我这种数学学渣都能看懂啊！你愿意做我的徒弟吧？庄教授向来眼高于顶，居然要收徒了，这孩子不一般呀！遵从你自己的内心。我的好徒儿，我终于有自己的学生了。要我说啊，这孩子才5岁，这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放肆！竟然在晋爷爷的寿宴上出手伤人，真是恶毒的贱种！闭嘴！他们都是我的曾孙，你一口一个贱种，你要看好体统！你辱骂我的曾孙，居心何在？不是晋爷爷，不是这样的。郑雨山，你蒙骗晋家6年不知久，还勾同其他人谋夺晋家的财产，如今你还要残害晋家的血脉。今儿个我们晋家就给你华清进县一刀两断。晋爷爷，燕晨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后来的情分从来都不是真的。戒指给我，就当以5个孩子的名义捐了吧，把人带走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，我才应该刚刚在手，我才应该享受这些尊荣。程老爷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路上，我想要金燕晨，你想要郑若言，我们各取所需，合作吧。合作？想得美！我是喜欢洛言，但我绝对不会使用这种下作的手段。郑洛言，我看你这次该怎么翻身？太晚了，要不今晚就住下吧啊！那就麻烦了，孩子们留在这儿，我就……妈咪又想和你一起睡。事先把奶喝了啊，你也是。你现在像养了2个闺女似的，超级奶。我愿意。
如果孩子们有个这样的父亲，好像也不错。怎么，你也想要晚安晚呀？谁想要？五宝还在这儿呢，流氓！那是不是五宝不在这儿，我就可以想干嘛干嘛？滚！那我走了啊。Lady， 我今晚想和你一起睡吗？不行。可是其他小朋友就是这样的呀，我就没有和爹地妈咪一起睡过。还隔着五宝呢，就是睡在同一张床上而已。那好吧，那今晚就睡在一起吧。爹地妈咪呢？爹地妈咪还在睡觉呢，昨晚我偷偷溜出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还以为是梦，只是这个梦做的太真实了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你梦里早安。赶紧起床吧，还要上班呢。洛言姐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今天下午有个聚会，但是我一个女孩子从来没去过，有点害怕。不舒服就不去。可是不去的话，这笔合作就吹了，我今天肯定没办法完成业绩了。洛言姐，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这样他应该就不会对我怎么样了。行吧。真的，谢谢洛言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你躲着我怎么办？我没有，这里是公司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我孩子的妈妈，孩子的生父生母见个面谈个话怎么了？还是说有其他想法？我可没有啊。到底要干什么？给你准备2个礼物，不需要。你看了之后再说。今天晚上我会在你家等。抬头。流氓！今天晚上把京都最好的律师都请来。是，谢总，下午华海的王总想约你谈合作。可以。王总你好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郑洛言。方总您好。哎呀，您好，郑小姐，你好。抱歉，郑小姐的美貌惊艳到我了。来坐。方总说笑了。死变态，都这么油腻了还揩油，也不怕得脂肪肝。哦，咱们先取一杯。我干了。好爽，我也配一个。抱歉，是陪你。哎，你去哪里？我分你去。哎，方总，我来就好。是什么？谢谢你啊。
来，唐总。来。这几年早就练就了一身酒量，还早早吃了解酒药，看谁灌最深。我去个卫生间。哎，慢点啊。洛言，今晚都陪你吗？你们俩自己走吧。哎，这不是方总吗？走吧，回去还有事呢。哎，金总，那里边女孩好像孩子妈。他下午跟我说有事儿，就是这种事儿，还陪别的男人喝酒。现在啊，你叫破喉咙都没人来帮你，你可是在我的手掌心里哦。滚开！还真是单纯啊，小宝贝。那女人可跟我说了，随便玩儿。是小鱼，牛奶有问题。你呢，要是跟了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亏不了你。我是金燕城的人。金燕城？那女人可说了，你不过就是个小小的设计师而已。我不信他会为了你一个女人还得罪我。别痴心妄想了，我跟晋氏集团可是几十亿的大合作呢。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放不放过我不知道，但是今晚啊，你肯定逃不出去的。谁啊？谁他妈敢换脑子呢？好，原来金总也喜欢这个女人，你早说呀！不过今天我快提前上阵了，你这么做不合适吧？啊！金总呀，都是商人嘛，你懂的啦。一个小小的女人，没必要是小题大做吧？天凉了，我看方氏也该凉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晋氏和方氏的合作取消。别呀，金总，不就一个小小的女人嘛，没必要把几十亿的合作不要。这个女人是靳总的太太，小少爷、小小姐的妈。不，靳总，方氏偷税漏税的证据可以提交了。是，回去再收拾。好热。在这儿坐着，我去叫医生。哎，陆岩，冷静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呀？这次可是你先招惹我的。老爷，有人寄了这些过来。赶快调查清楚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好的，老爷，我马上去查。老天爷，昨天晚上都干了什么？居然还是我主动的！
经始乱终弃了。误会啊，昨天晚上都是误会。你对我又亲又好是误会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。我怀疑给我下药的就是我公司里关系很好的同事。我不管，你昨晚对我，你就没想着怎么补偿我？补偿？那你也生5个孩子？好啊，那现在就生。滚！于小鱼今天没来上班吗？不知道，他今天好像一直没来。于小鱼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一直待在晋氏集团，肯定是想勾引晋总。还好我女儿有手段。他和方总的亲密照已经传到晋爷爷手上，我就不信他还能进晋家门。果然是你，郑若言，你来干什么？收买于小鱼给我下药，郑山，你好大的本事！都是你活该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靠着几个野种在晋氏作威作福，挡了别人升官发财的路，这都是你的报。于小鱼为什么要陷害我？现在你和方总的亲密照已经在晋爷手上，我倒要看看会不会把你赶出去。贱货就是贱货，贱货就是贱货，这处处都招人嫌。识相的，赶紧滚出晋氏，滚出京东。狗叫完了，那现在该轮到我了。郑若言，这里可是郑家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新账旧账一起算。郑若言，我可是你父亲，你敢对我下手，可是要一头万年。臭不臭不劳您费心。当年我妈的死，跟你也脱不了干系。渣男小三鸠占鹊巢，霸占我妈的公司，就连这郑家都是我妈的。滚！是你们！疯了！这是我花了500万买的。郑若言，你要干什么？还愣着干嘛？快把他抓起来！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爷爷，你们是你，没办法喽，你只能自食恶果。原先我还想着让叶晨给你补偿一些，只是以你划清界限。没想到你得寸进尺，收买员工，还给洛言下药，如此狠毒！我没有，亲爷爷。任晨，你对郑家出手，以后我不阻拦你了。你们以为郑洛言这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他在国外还生了个野种，因为先天基因缺陷，被丢在了福利院。你说什么？居然还有一个！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我确实还有一个孩子。怪不得姐姐只留了5个呢，看来啊是早就知道他们的身世，想来攀高枝呢。至于那另外那个小野种，也就没那么好用了，没什么利用价值，还有病，早早啊就被抛弃了。别胡说八道！洛言，那孩子是燕晨的吗？光明图约，你干了什么？如果还想让那个小野种得利，劝你最好老实一点，滚出京都。不行，
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孩子们平平安安的，李幼宝绝对不能出事。姐姐，我说的是真的吧？枉我对你的一片信任。爷爷，也许另有隐情。靳爷爷，他这般品性，怎么可以当靳家的主母？我就是想帮你早日看清他的面目，我都是为了靳家呀。如今之计，只有靳爷爷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为了钱才回国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离开靳家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离开靳家。雪安真的抛弃孩子了，简直是枉为人母。我绝对不会让孩子们继续跟着你。哼！我得先将六宝平安救出来。爷爷，你不能凭借别人的一面之词。他自己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死丫头啊，6年前就品性败坏，这才被赶出家门。没想到竟然诓骗到您头上了。我们家雨山啊，才是真的为金家好。姐姐，早这么乖就好。只要你愿意放过我的孩子，我什么都答应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跪下，向我道歉。我就是想跪我，我跪就是。你们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要认真？建成，他拿孩子做筹码骗了靳家所有人，你还要维护他吗？拿孩子做筹码的人是你，居然敢绑架我儿子！小姐，不好啦，那个小野种他跑了。六宝没事，他很聪明，已经跑出来了，人已经接到他了。那不过就是个野种。那是我儿子，不是什么野种。你相信我？我信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六宝因为有先天的基因缺陷，才回国挣钱给他看病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给他安排了最好的医生，我们的儿子会平安无事的。人老了，怪我识人不清。洛言，这些年让你辛苦了。你见到我了，老婆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既然你这么想作死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太好了，设计师外说今天就会把稿件给我们，有他的名气和实力支撑，我肯定能拿下灿宇集团总裁的位置。这才是我最后的倚仗。靳氏集团已经宣布要对付我们了，马上召开记者发布会。这是挽回的最好办法。诸位，灿宇集团将携手特约设计师外，共同走向新的巅峰。征得了外设计师的同意，我们现在现场连线。外设计师，您好，我是郑雨山。传闻外设计师十分低调，这次居然要亲自现身。看来外设计师很在意这次合作。郑小姐6年前发布的稿件便是一鸣惊人，想必外设计师也是看中了郑小姐的才能。优秀的设计师之间果然是惺惺相惜的。外设计师已经到达现场，让我们欢迎他的莅临。这就是外设计师。怎么是你？郑洛言，你给我滚出去！
果你今天是想来破坏我的好事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你这个野种！听说今天外设计师要到场，我不过是想一睹他的真人。妹妹在害怕些什么呢？我怕你外设计师设计理念独树一帜，盛名更是享誉中外。哪是你这种人想见就能见的？哎呀，我怎么不知道妹妹这么喜欢我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得到了外设计师的支持，想夺走灿宇集团，想都别想。外设计师已经到达现场，我手上已经收到了本次合作的稿件。这些不都是郑雨山这4年发布的稿件吗？怎么会是别人的署名？这是谁干的？这是关掉！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我们的系统被控制了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外设计师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到了吗？这都是弄在耍我，把我的稿件糊弄我，是诚心想做交易吗？你的稿件，你确定？宝贝，陆凡叔叔给的证据给我上去。听塞尔曼比保证完成任务。你要干什么？住手！从5年前开始，郑雨山手上所有的设计都是从我们这里买的，今年还常常拖欠尾款。这是造谣污蔑！这不是6年前郑雨山崭露头角的手稿吗？手稿署名居然是外设计师！天哪，他竟然敢偷到外设计师的稿件！这些东西只有我和郑若言有，是你给我挖坑，说外设计师联手陷害我，否则还怎么会有这些手稿？难道不是你忽悠我的吗？至于我为什么会有，因为我就是外设计师啊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一切都错了。6年前你从我这儿夺回的一切，我都会一一拿。郑小姐，请问你偷到外设计师的稿件是真的吗？6年前的天才之谜也是出来了吗？乔姐，近视已经对公司出手，现在您还出了这种丑闻。公司的股份跌的已经不能再跌了，股民们全部都抛售了。野鸡终究是野鸡，做出的事还就是无下限。现在你万死难辞其咎。各位，雨山还年轻，请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是灿宇集团内部会议，你凭什么进来？保安呢？把他赶出去！就凭我，现在是灿宇集团最大的。是你给我挖坑，是你陷害我！灿宇集团原本就是我妈的心血，现在我只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欢迎大小姐回来。这总裁之位空悬这么久，也是时候拿回来。我赞同，我赞同，赞同，赞同。真是歹毒啊！满腹阴谋，把雨山害成这样。我歹毒？父亲，你把我当成淫女？我是个贱人生的，处处压在我头上，我配挑我的女儿？是吗？那我还非要拿走这一切。凭什么？叶芷，我实名举报郑伟光和王芳梅捉奸杀人有关，建议把他们一起带走。金燕城，山好歹陪了你6年，真的要赶尽杀绝，这么污蔑我们吗？我这里有证据，
证明他们涉嫌杀害我岳母。这个是他们在国外开的处方药。都是致幻药，你怎么知道？本来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你，但现在已经有人等不及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，我终于拿回了属于我的一切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他们的？是林峰，郑伟光曾经找过林峰的父亲，被拒绝了，也还好，这给我们的调查留下了方向，否则也不会这么顺利。不过，你查到怎么不告诉我？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可是没想到那天刚好撞到你和方总，倒是给了自己一个大的惊吓。以后我会多加注意的，谢谢你。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我来保护你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欺负你了。郑洛言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晋氏集团为聘，买1送5，很划算的。连束花都没有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宝贝们，出来吧。啊，同志叫你头发靠近一点。好。好，来，准备，3、2、1。我没份。叫你别喝那么多酒，回家还有惊喜呢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喜欢吗？嗯。醉鬼，快去洗洗睡了。不要。老公给我做的，喜欢。哎，小心！我没醉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是我醉了。你坐。老公真好吃。你也吃。老公，你真好看。你再说一句。你再叫一声我听听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嗯。那你叫我一声。老婆。哎，你又干什么去？老公。嗯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这辈子你跑不掉了。蜜月旅行还开心吗？当然开心啦。怎么了？吃坏肚子了吗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难道？哦耶！我们又有弟弟妹妹了。